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在公司加班，发现手机里的监控里，我女朋友和我的顶头上司滚到了一起。事后，女友对我解释：“我也是为你好，搞定了你上司，对你不好吗？”女友神色得意，仿佛完全拿捏了我。我被气笑了。如果不是爱他，我至于和家里决裂吗？后来，我和京圈小公主联姻的消息成了头条，他才慌了神。我只是鬼迷心窍，做错了事。我也是为你好啊，宝宝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将监控录屏摆在柳如烟面前的时候，她神色有一瞬间的窘迫，不过很快恼怒了起来。张顺，你有病啊！居然按监控监视我，你现在满意了是吧？他抄起沙发上的靠枕就往我身上砸，因为愤怒用力的动作，微卷的长发凌乱地挡住了他半边美艳面孔。我满意，不是他担心家里小猫总生病，想要安装一个监控观察情况的吗？我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告诉他，他就先送了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。柳如烟，你很喜欢刺激是吗？你真让我感到恶心。我冷眼盯着他，柳如烟却笑了下，她抬手理了理发丝，眼里满是轻蔑。王总个子不高，我脱掉高跟鞋就是了，反倒是你没钱有救吗？张顺，你这辈子就这样了。我也是为你好，搞定了你上司，对你不好吗？他的诡辩让我大为震惊，这还是那个温柔善良、喜欢抱着我撒娇的小女人吗？为我好，还是为了钱？我讥笑着说出了他内心真实想法。为了钱丢人吗？这是最新款的手镯，20万，你半年的薪水。张顺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柳如烟说着，看我的眼神略带一些不忍，然后叹气撩了几下头发，坐在了我旁边。我也不想跟你分开，我知道你是真心爱我的。柳如烟红了眼眶，她想抱住我，跟以前一样，只要她一这样撒娇示弱，我就会无条件为她降低底线。可如今，我只觉得脏。我一把拽住她的手腕，将她推在了沙发上。张顺，你居然还想跟我发生关系？柳如烟嘴角挂着笑意，像只偷腥的猫被发现后因为主人的包容而感到庆幸。我真气笑了，分手吧，趁我还能忍住我的脾气。你现在赶紧收拾东西滚出这个家。柳如烟目瞪口呆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要走了，过几天你再求我，我都不可能回来。滚啊！我指着大门口，情绪更加激动了。别说过几天了，4年的感情从这一刻彻底消散了，从此我跟他就没有以后。如今他是块拜金的样子，简直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柳如烟瞪着我，他气急败坏地进了卧室，不一会出来的时候，手里只拿着一个包跟一个小行李箱。大门猛然关上，这个家里只剩下狼狈不堪的我了。曾经他说他只爱上进和陪伴他的男人，他说他这辈子遇到我该有多幸运，我也是如此。所以家里要求我管理公司，去家族联姻，我都抗拒了。我用自己的努力在市中心守护了我们的小家，再过1年我就会晋升一个职位，到时候能给他更好的生活。可现在幻想像是一个无情的巴掌，现在狠狠扇在了我的脸上。我没法再继续待在这个满是肮脏气息的屋子，拿着棒球棍就将所有东西砸了个一干二净。随后拨打了我爸的电话，我赌输了，接受你的安排。而我爸像是早料到了这一切，他冷哼着，那就赶紧滚回家。将房子挂在中介后，我并没有着急去辞职。那个傻逼王总表面给我各种找活干，压榨我的劳动成果，背地里睡我女朋友。他现在心里应该很爽吧？这么好的老板，
我当然要好好报答她了。助理来接我回家的时候，我接到了柳如烟闺蜜的电话：张顺，你发达了不起了是吗？居然跟我们如烟提分手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女人，你说分手就分手，还是人吗？我不知道柳如烟怎么跟闺蜜说我的，8成10句有9句都是骂我的。毕竟她是那么骄傲、爱面子的女神。上次他们聚会，我去接她，恰好就听见了她朋友们说我就是个穷屌丝。而柳如烟知道我听见了后，各种安慰哄着我，我好容易信服。现在想来，没有柳如烟的抹黑，她的朋友们会如此贬低我吗？她还真是个双标婊子呢，是吗？那我希望你老公为了你的事业，跟你女上司滚在一起，你也要幸福啊！多带点事，好好谈吧。我故意恶心他了句，随后挂断电话，并且拉黑了这个号码。少爷，这4年您是吃了多少苦啊？都瘦了许多，您都不笑了。助理透过后视镜观察我的脸色，我敷衍地勾起嘴角，一直看着窗外的景色，内心默默地盘算着该如何给这对狗男女惊喜呢？龙头企业张氏空降了个总裁，是他们董事长的独生子。这个消息次日一早就上了热搜，因为我要求保密，所以媒体都没有公开我的照片，而是只有对我言语上的描述，什么1天之内让各大高层心服口服，业务能力让人赞不绝口。笑话，被压榨4年。我会的东西不比这些个整天就知道在办公室吹牛逼喝茶的废物多吗？忙碌了1天，我接到了王开元的电话，也就是柳如烟勾搭的那位前上司。说来也是我太信任他了，公司年会带他一起参加，却没发觉这2人暗地里早已经有勾当了。我让助理一查，我居然已经绿了好几个月，想想就感觉恶心的要吐。小张啊，你知不知道你还有工作？怎么分个手班也不上了？我明年还打算给你升职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？电话里是王开元装腔作势的声音，他惯会这么跟下属说话，平时就差把牛皮吹上天了。王总，你小道消息还挺快的呢。我冷笑着。王开元哈哈大笑了声，一个女人而已，如烟跟着我，我替你照顾得更好，你不是更有精力放在工作上吗？行了，这周末张氏集团的酒会邀请了不少业内大佬，是给那个小总裁办的，到时候我也带你去，这样补偿你可以了吧？我是邀请了不少业内大佬，但这并不包括他一个500强开外的小公司吧？果然，他还是一贯会吹牛逼。王哥，你带他去干什么？他还让我滚呢。电话那头突然传来柳如烟娇滴滴的嗓音，我心头一颤。毕竟在一起4年，说心里没有波澜是不可能的。以前他也会这么跟我说话，可是后来他愈发冷淡，怎么跟我在一起，就喜欢拿高跟鞋踩我。跟这个1.7米秃头男子在一块，就愿意脱掉高跟鞋迁就他呀，这就是超能力，恶心至极。好了，宝贝，你先去洗澡，我一会好好哄你。电话那头猥琐的笑声此起彼伏，我快速掐断了电话。2人忙着苟合，我自然要送他们一份大礼了，给王开元送几个大单子，让他飘起来。该怎么做手脚？不用我教你吧？我叫来了助理，吩咐的是他得心应手，立刻就下去操办了。果不其然，王开元上钩了，抛下柳如烟就带着竞标书去了外地，而柳如烟居然主动联系了我。张顺，见一面吧。他不容我拒绝，就给了我一个酒吧的地址，是他以前去过的，都已经分手了。还当我是随叫随到的好男友啊！我把手机静音，喊了以前一起玩的几个公子哥上会所玩去了。他们看见我，把我调侃了个底朝天，
顺哥，我们几个还真以为你好事将近要结婚了呢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别提了。今天出来玩，我们就玩得尽兴。就是啊，那么多美女，今天我请客，哈哈哈哈！有顺哥在，哪有你买单的份？这几个公子哥跟我一样，家里都会安排相亲，他们或多或少不愿，但不会为了女人放弃自己优越的生活，所以来会所找乐子是常事。一个女人带一个小姐妹，很快包厢坐满了，乌烟瘴气的氛围，我连半个小时都坐不住，找借口就出去了。而会所门口跟一个男人激情打 kiss 的女人，不是柳如烟是谁？她似乎也发现我了，跟人家告别后就走到我面前。张顺，你也想来这里钓个富婆包养你？这套穿搭不错呀，哪个女人给你买的？我叫你出来，你不出来，放我鸽子，居然来这地方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很有缘分？柳如烟喝了不少酒，她说话间站都站不稳，媚眼如丝，一直盯着我。王开元满足不了你，你拿着他的钱出来找男人。我以为柳如烟会反驳骂我，没想到她居然承认了。憋着的欲望总要找地方发泄吧，如果是你的话，我也愿意的，毕竟我们曾经那么契合。柳如烟打了个酒嗝，笑嘻嘻的想搂住我脖子。一晚上1万，怎么样？你倒贴我10万，我都不想碰你。柳如烟，没见过你这么不知好歹的女人。我拉着她胳膊，将她从我身上拽离了去。我说她怎么会主动找我？我不去，她就来找别的男人了。柳如烟立刻冷下脸来，速度之快，我都怀疑她是装醉的。张顺，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，但是我可以给你要的，做我情人，满足我的需求，如何？柳如烟不要脸的提议，我真气炸了，她这是把我当要钱的鸭子呢。柳如烟，我的价格你给不起，我要是你就好好从王开元那捞钱，毕竟他能给你的已经不多了。我鄙夷道，他听不懂我话里的意思，只当是我嫉妒心作祟。你努力几年才买了一个小套，昨天王总就送了我一套大平层。老公，这就是差别。柳如烟亲昵地称呼我，她不会为了自己出轨感到羞耻，甚至在我面前永远是这副得心应手的样子。你不怀念我们俩的温存过往吗？柳如烟眼睛直勾勾看着我，穿着丝袜的美腿想要勾住我的腰，我大步后退，让她动作落了个空。你是懂怎么让我对你彻底厌恶的，希望以后你不要后悔。张顺，我为什么要后悔？后悔的是你，你离了我还有哪个女人愿意跟你？柳如烟怒吼着，而我坐着助理开的车就要离开。张顺，你个虚伪的男人，还打了个这么贵的车摆阔，我真要被你笑死了。他没气到我，反倒是把助理给气笑了。不着急，很快我们就会再见面的。周末的酒会，王开元赶了回来，还带着柳如烟一起参加。这种聚会，带女伴的心里都清楚，都是可以交换着玩的女人。偏偏柳如烟一脸新奇，一直观察着四周。他们见我走过来，两人相视一笑。王哥，你怎么还真邀请他来了呀？这宴会邀请函千金难求，你居然可以弄到2张。柳如烟崇拜地看向王开元，王开元尬笑着，他闪了闪心虚的眸子，随后看向我。张顺，既然你来了宴会，就说明已经冰释前嫌，下周一赶紧回公司去上班啊！你有我这么好的老板，真是上辈子烧了高香。助理说一切顺利，就说明王开元已经高价拿下了那几个包皮项目。他哪里是好老板，分明是公司缺人手罢了。下周一我会过去辞职，想必员工有了更好的发展。王总也是为我高兴的吧？我微笑着。王开元不屑地拍了拍啤酒肚，
张顺几天不去上班，你倒是会吹牛皮了。我给你开那么高薪资，离了我公司还有谁要你？更何况我就没批准你辞职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业内都会封杀你。年轻人有骨气是好的，但前提你要有这个资本。我点点头，王总说得很没错，不知道张氏能不能算资本呢？王开元讥讽地哈哈大笑起来，以你的资历，难不成去应聘张少的司机吗？王哥别说笑了，张顺买车的钱都没有，空有一个驾照，人家也不可能要他呀。还是如烟，你有眼力见，今晚给你介绍几个大老板，你待会好好跟人家喝一杯。王开元肆无忌惮说道，他脸上闪过一瞬的不适，但很快就堆起了笑容。当然没问题了，什么陪喝酒，分明就是把他拿出去讨好换项目，也就柳如烟天真什么都不知道罢了。希望待会他们俩还能继续笑出来。先失陪了，王总你喝得高兴。我抿了一口香槟，就转身去了厕所。我没想到柳如烟跟了过来。王开元只有一张请帖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张顺，你可别告诉我你是张家那个不露面的太子爷，那命运也太会开玩笑了。柳如烟虽然在调侃，但她脸上满是不相信，她只是好奇，这种场合我一个打工仔怎么混进来的罢了。我笑着看他，王开元要拿你换项目，这你都愿意？你这么无私奉献，倒是我不知好歹了。他拿我换到项目，我也利用他得到了人脉，各取所需，谁都不吃亏罢了。望着眼前陌生的柳如烟，我内心着实受到了一些冲击。明明朝夕相处4年，他究竟是何时变成这个模样的？张顺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几年的青春最值钱。如果你愿意等我，我还是会跟你结婚的。我要被柳如烟的厚颜无耻再次震惊了，让老子当接盘侠，他也配？柳如烟，是我不了解你，你愿意过这样的生活，我也由衷祝福你。或许从始至终，我们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废话，你是个男人，年轻对于你来说分文不值，而我价值千金。柳如烟还在自恋，我看见助理发的消息后，就绕过他离开了。毕竟马上就是我的致辞环节，让我们欢迎小张总来为我们说2句。助理带动气氛，他一句话就让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舞台中央，包括随我之后出来的柳如烟。我一步一步走上台，看向了他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顺，也是张氏集团现任总裁。不可能，他就是我公司一个小员工，你还想冒充张少爷？王开元得大声阻拦，在安静的宴会上很是突兀。要不是说你只能是不知名小公司的老板呢？我们顺哥微服私访，悄悄历练，什么狗屁小员工？这是张氏名副其实的真太子爷。就是顺哥可是跟我们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们还能认错自己兄弟吗？错把珍珠当榆木，我要是你祖宗都能被你气活过来了，哈哈哈！几位少爷毫不客气地调侃大笑，其他人也都吃瓜嘲笑起来。要知道他们几位在京圈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能让他们喊哥的也只有张家太子爷了。王开元的脸红一块青一块，他无措地看着我，我回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后，就继续完成了我的发言。下一个环节自然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跟我敬酒，除了心惊胆战的王开元，在场就属柳如烟坐立难安了。他想挤入人群，奈何被几个名媛给挤兑了出去，人家一个白眼，他只能尴尬陪着笑容，压根不敢有意见。我透过人群跟他四目相对，那一刻我看到了他迫切的懊悔和委屈。他凭什么委屈？这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路吗？喝了几轮后，
我走到了他面前，柳如烟单薄的身形几乎要倒了，她美眸含泪：“张顺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堂堂张家独子，居然跟我住在小套房里4年，从出租屋到有我们自己的家，老天真是会跟我开玩笑。我以为你是真心爱我的，没想到这只是你游戏人间的消遣。张顺，你对得起我吗？”柳如烟声嘶力竭的怒吼：“也是，一向让他抬不起头的男友，怎么摇身一变太子爷了呢？”柳如烟，只有你没资格说我对不起你。我不嫌弃你小县城出身，为你聚了家族联姻，沦为一个普通人，为你在大城市买房，只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。你背叛我，出轨我上司，这就是你对我的报答。我一字一顿说着我憋在心里许久的话，我以为我会声嘶力竭，可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，只有无尽的讽刺。合着这女人自己不老实偷人，失去了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呀！她哪来的脸自己攀附权贵，抛弃男友？现在张少回了家，她又受不了了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始终是握不住。我要有这样真心实意对我的男人，我做梦都要笑醒。真可笑，千金难买一人真心啊！众人感慨不已，尤其是站在旁边的几个名媛，那些鄙夷的目光仿佛能看穿柳如烟华丽礼服下的肮脏思想。对于有权有钱的他们来说，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真心了，而柳如烟太容易得到，所以压根不会珍惜。柳如烟哭着看着我：“我陪你4年，你居然这么对我！张顺，你个冷血动物，你对不起我，你不能提分手，你要补偿我。”柳如烟拉着我胳膊，想要我给她个满意的答案，可她话音刚落下，就冲上来2名保镖把她拉扯开。哪来的贱人？张顺很快就是我的未婚夫，我劝你最好离他远一点，不然我有100种方法让你消失在京北。走过来的女人眼底满是不屑以及傲慢。她是京圈小公主，沈家的唯一女儿，上面3个哥哥在各自领域都很是厉害。京圈想嫁给她哥哥的名媛数不胜数，自然而然对她都是客客气气、恭敬的。她在哪里就是万众瞩目，这是沈家给她的底气。这个名利场，柳如烟格格不入。换做以前，我会护着她，哪怕得罪所有人。可现在，她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一个背叛我还不知悔改的女人罢了。你就是个小三，她爱的人只有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柳如烟暴怒喊了一嗓子，随后期盼地看着我：“阿顺，带我回去好不好？你忍心看着他们欺负我吗？不是说要等着我求他回去，他都不会回去的吗？”果然女人的嘴，骗人的鬼啊！我刚想说什么，有人比我更加激动。王开元冲了过来：“张总，都是这个女人勾引我呀！你当我员工4年，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？我压根就不喜欢她，她就是年轻漂亮而已。她不知好歹离开了你，我这不是帮你看清了一个坏女人吗？”王开元，你这副嘴脸真让人恶心。柳如烟拿着手提包就往他身上砸，满是铆钉的名牌包成了攻击的武器。王开元疼得龇牙咧嘴，男人力气总归是比女人大的，他一用力就把柳如烟推倒在了地上。穿着华贵礼服的柳如烟狼狈不堪，他抬眸怒瞪着他：“我什么嘴脸？你为了钱跟那些老板睡，还肯双飞？那时候怎么不见你清高了？就你也配得上张总？你给张总提鞋都不配。”王开元嗤笑着，他想讨好我，点头哈腰的模样，把孙子装到了极致。我伸出了左脚看着他，王开元面上没有任何不爽，当即跪下来要拿袖子给我擦鞋。还记得曾经他跟我吹嘘自己20几万定制的西装
有多么值钱，话里都在炫耀以及嘲讽我没见过世面。离开张家后，我确实没穿过西装，不过在此之前，50万以下的正装压根不会送到我面前来。我也嬉笑着，一脚踹在他脸上，王开元倒在地上，人仰马翻，他脸上才出现了一丝丝的愠色。张总，这下你可消气了，以后我们合作的机会还有很多呀。王总，你可是要放话封杀我的人，你公司叫什么来着？原来对吧？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关照你的。保安，这样的人赶紧拖出去，别惊扰了小姐们。我摆摆手，助理很快调来7、8个保安，把张牙舞爪的王开元要拖出去，包括柳如烟、张顺。你这么对我，你会遭天打雷劈的。我们在一起4年，我手里掌握你多少黑料？你当真要这么绝情吗？柳如烟在威胁我，她不赌我对她的爱意，而是赌我怕不怕自己身败名裂。赶紧去吧，随你怎么爆料。如烟，你还是太单纯了。我微笑看着她，脸色没有一丝变化。跳梁小丑离开后，其他人也就把空间留给我跟沈佳佳了。方才柳如烟怒骂她，她居然没发脾气，让我很是诧异。看来沈小姐不似传闻那样刁蛮任性。你也是，今天我算是见到了传说中的太子爷，为了一个女人不惜跟整个家族作对。今天这场戏我看得很满意。沈佳佳勾起唇角，她拿起2杯香槟，将其中1杯递给我。很快就要联姻了，希望你不要逃婚，不然张顺，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他抬头一饮而尽，随后就走了。4年前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们会订婚，完成2家联姻，结果我为了真爱，毅然决然放弃身份。所谓的真爱，转瞬即逝。我不后悔所有的选择。当初我若是答应了家族联姻，失去柳如烟，我也会后悔的。人生的选择有得有失。宴会进行到尾声，我也喝得差不多了。助理送我上车，将装着醒酒茶的保温杯递给我，就要将我送回住处。突然，一个长发遮脸的女人拦在了车前。助理要下车处理，开门的瞬间，女人就把头挤了进来。是柳如烟，她脸上的妆容因为汗水已经花了，也就是从保安把她赶出来后，她并没有离开，而是一直等着我。阿顺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残忍？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你忍心说放下就放下吗？她眼眶通红，试图引起我的怜悯。还记得几天前在小套房里，他得意的神情丝毫不在意失去我。不要这份感情，不要我的人是你。如果我跟你在一起，那我注定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给不了你。你还愿意和好吗？柳如烟木讷住了，她委屈地摇头。你家人怎么可能那么狠心？你可是独子啊。阿顺，有什么话我们回家再说好不好？带我回去吧，带你回去。让你再带别的男人回家鬼混吗？你哪来的信心出去鬼混那么久？我还要你，你不觉得脏？我揉了揉太阳穴，讥笑起来。说白了，他想挽回的是张家太子爷，而不是张顺，不是我。柳如烟急了，我跟了你4年，怎么说你都不能抛弃我。徐特助，把他扔下去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挣扎，甚至妄想拦在车前逼我就范。助理一个后撤转弯，直接变了条道离开。后视镜里是拎着高跟鞋追来摔倒的柳如烟。鳄鱼的眼泪可不值钱，给王开元准备的陷阱也该收网了。合同都签好，他就算不投钱，其他几家起诉他，他也没法申诉。王开元似乎醒悟聪明了起来，一边拖着打款，一边让柳如烟来顶包。其他几家公司联合起来上门要钱的画面，
助理把手底下让拍的视频打包发了过来。你们知道她是谁吗？她可是小张总的女人，小张总爱她如命。你们这般算计我，回头如烟去吹吹枕边风，你们都得完蛋。王开元狐假虎威起来，他抓着柳如烟胳膊，逼着她把手机里跟我的合照都亮出来。没想到我们的回忆到他手中就值这点价值。少爷，那些人顾忌你的面子，暂时没动王开元，反倒是王开元想见你，说送你一份大礼，你肯定能原谅他。他手中能有什么我感兴趣的东西？无非就是前任那个女人。不过人家戏台子都搭好了，我不去他们这出好戏还怎么唱呢？当晚顶级会所里，王开元包了最大的包厢等着我。王开元还邀请了我其他几个兄弟，这是一次性想要讨好多个权贵了。我们刚到场，王开元就来了一场十分真诚的致歉词，90度鞠躬，把诚意做足了。紧接着就是他口中说的大礼，几个年轻貌美的女人穿着比基尼就走了进来，有御姐，有萝莉，有少妇，场面很是艳丽。你这家伙会来事啊！这几个都是除了这2位少妇，但也都是很干净的，还希望几位少爷玩得开心，替我跟小张总美言几句啊！以后我就是小张总的狗腿子，你指哪我打呢？只求小张总开恩，饶我一命。王开元满头大汗，绝对的权势面前，他只有摇尾乞怜的份。王开元又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房卡，双手递给我。如果小张总不喜欢这些，房间里还有一个惊喜等着您。还能有什么？只剩下柳如烟了。我起身弹了弹西装上莫须有的灰，在众人调侃声中接过房卡上了楼。房间里是双颊绯红的柳如烟。阿顺，救救我！我却提不起半点兴趣。我知道房间里的人是你，只是没想到会是这幅场景，是被迫还是自愿配合王开元的？我问道，同时也在观察柳如烟的脸色。我太了解她了，所以她仅仅是一个躲闪的眼神，我就知道她是自愿的，目的只能是挽回我了。阿顺，给我松绑好不好？柳如烟扭着身躯，想要得到解放。她确实肯对自己下狠心。你误会了，我过来不是对你心软，就是单纯看看你。今夜我不给你松绑，应该是没人来救你了。如烟，人要为自己的欲望而买单。我嗤笑着，扭头里面了房间，身后是柳如烟迫切的挽留声。但房门关上，一切都隔绝了。次日，关于张氏总裁前任的消息上了热搜，柳如烟跟媒体自曝，说我如何虐待她，甚至是抛弃她。昨夜更是要把她绑起任人凌辱。她在镜头面前哭哭啼啼，身上还全是伤痕。我走的时候，她还是好好的。她伤如何来的？我让助理去调查，顺便找来了柳如烟的闺蜜们。只要拆穿柳如烟真面目，一人100万，这种天降横财的好事，他们自然不会错过。更何况还是塑料姐妹情。如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张顺这几年如何对你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给你全款买房，养着你，不让你去上班，你还背叛他。是啊，他分手时候我还安慰他，打电话去骂了张先生，为此我深感抱歉，因为如烟一面之词被欺骗了。他谈恋爱期间就多次不老实，甚至是绿了张先生。几个女人你一句我一句，凑成了完整的故事。最好的姐妹们拆穿他，这都不能击垮柳如烟。他开启了直播，叙说自己朋友被钱买通，要跟着我一起搞死他，得不到就毁掉。这句话真的让他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只要我一句话，分分钟可以让他滚出京北。
他哪来的自信在网络上叫嚣，要我给分手费？媒体在公司楼下堵着我的时候，各自刁钻问题跟闪光灯如约而至。小张总，对于你前女友回踩你的事情，你怎么看待？我看他真是什么饭都吃得下。男人的青春也是青春，自由恋爱4年，如今分开也都是他咎由自取。他如果爱占用公共资源，就让他占吧，毕竟已经分手没有关系了。我在保镖的维护下走进了公司。是的，我压根不予理睬。对于柳如烟编造的什么打胎以及其他交易，我都不做回应，并且我跟沈佳佳的订婚在即，也没空搭理她。1周后，我们订婚消息取代了柳如烟成为头条，一场浩大的订婚宴全网直播。我跟沈佳佳没感情，所以我们约定了3年之约，3年后就离婚。在此之前，维护两家的利益，到时候我们婚嫁自由，没人能绑架我们俩了。作为前任，柳如烟不知道从哪找到的门路，穿着服务员的衣服混了进来。张顺，你不准跟别人订婚，你说好这辈子只娶我一个人的，你们放开我，那是我男朋友。几名保镖拖着柳如烟，不让她靠近我们。他的出现就是在自己打脸。妈呀，他不是要锤人家虐待他吗？怎么跑过来求复合了？真打脸，说一套做一套，这是逼人家就范呢。有这样的前任，我真的会气死好吗？见不得人家好啊！这是柳如烟以一己之力彻底在网络上走红了。他跟我的恋爱经历，包括后面他劈腿的事情，全部都被网友理了出来。这下柳如烟在狡辩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他了。我给沈佳佳戴上戒指那一刻，也听到了柳如烟声嘶力竭哭喊的声音，但她最终被保镖拉了出去。本该今年过年我会跟他求婚，我们明年会结婚领证，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幸福着。是他不珍惜身边人，造就了如今的局面。我惋惜那段感情，却不会对他产生一丝一毫的怜惜。订婚宴忙了1天，我跟沈佳佳回去已经是半夜了。她睡主卧，我睡书房。手机里是柳如烟不停轰炸的骚扰电话，那些几10条短信，我粗略看了下，大概意思跟她先前说的一样。可分开就是分开了，他在立什么深情人设？拿我们以前过往说事，都是没用的，回不去的回忆，就跟一手沙子，越想努力握紧，反而都漏了。王开元天天在公司门口等我，想求我网开一面，我不愿意，他居然还想以死相逼。地下车库里，王开元被我的人压住，无法动弹。张顺，你若是不给我活路，那我们谁也别想好过。我挑眉看他，王总，你这话说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？用你这条贱命？王总好像很喜欢骂员工贱命一条呢，压根不值钱。你觉得你又值几个钱？王开元恼怒了，之前是我不对，可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我抬手鼓了鼓掌。你不是想死吗？我帮你一把，这样你就不用面对一堆负债了。你老婆孩子有的是人帮你养着。张顺，你个王八蛋，你不准动我儿子！王开元怒骂着，面红耳赤的。我笑了，王总就关心自己儿子，不关心你老婆呀。我得帮你传达你的意思。我挥挥手，王开元被保镖五花大绑带上了车。1个小时后，江边桥下，这里是郊区，荒无人烟的。王开元被拉到江边上，吓得腿一直在打哆嗦，他甚至尿了裤子。张顺，你疯了吗？你杀人犯法，你不会有好果子吃的！救命啊！救命！他被吊在半空着，还没10来分钟就吓晕了过去，空气中一股尿骚味，恶心的不行。少爷，接下来怎么做？给他扔回家门口。
顺带让那些人该起诉起诉，该砸的就砸吧。我鄙夷地关上了车窗，不想再看他惨不忍睹的样子。他能欺压无权无势的张顺，我也能欺压陪笑讨好的他。这世界就是个巨大的循环罢了。因为柳如烟作死的作为，几乎没有公司要他。他在京北找不到工作，没有房子住，压根没法生存。王开元的公司宣布破产，他老婆带孩子出国去了，留下王开元一个人还债务。王开元要柳如烟还钱还房子，柳如烟自然不愿意，他变卖了房产，想要逃走。助理跟我说的时候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碰见他，谁知道下一刻他就出现在了我公司地下车库里。柳如烟更瘦了，她没有精致的妆容，也没穿漂亮的衣服，简单的 T 恤还有丸子头。我差点都怀疑这是4年前的柳如烟，一瞬间我有些恍惚，还记得4年前她也是干净的白 T 恤，扎着一个丸子头，看几个小孩在玩游戏。他朋友提醒他上课迟到后，他才笑着慌忙地往学校跑。那一眼足以我爱上他。后来几天，我天天都在附近等着，只为了跟他偶遇。他在附近咖啡店兼职，为了减轻家里负担，原来还是个励志的小姑娘。我见到许多男人想追求她，甚至是骚扰，她都能微笑着去处理，尽量不给店里造成麻烦。校花兼职，咖啡店的生意很火爆，她还挺有生意头脑的，知道跟老板要分成。我为了见她几眼，每天都会去咖啡店坐着。还是一杯草莓奶昔是吗？不过今天草莓没有了，你要不要换个芒果口味？他记得我笑吟吟的样子，我差点就发呆出了笑话。对的，你很特别，头一次见喝奶昔的帅哥。他夸我了，我怕冒犯到他，小心翼翼3个月才算加到好友，又过了半年才从朋友关系慢慢变近。真爱是需要时间来考量的，所以我更加确信我爱他。我的坚持打动了柳如烟，后来就开启了长达4年的恋爱，直到如今，这段感情已经面目全非。我只是鬼迷心窍，做错了事情。宝宝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柳如烟哭着，很是无措地站在原地。她很聪明，知道这样会勾起我那点心软。柳如烟，我要结婚了，你不可以结婚。你说过只娶我的，怎么现在都不作数了？你也说过，以后如果我做了什么错事，你会原谅我一次。在一起4年，我就这一次做错了，你为什么就不肯原谅我了？他哭得泪眼朦胧，可我心底却泛不起波澜了。没有谁会突然不爱的，除了蓄谋已久，那就是另一方做了无法原谅的事情，颠覆了我的3观。恰好柳如烟就是这般，哪怕你一无所有，我也愿意和你一起在一起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阿顺。这些天我太浮躁了，我慌张，我害怕失去你，做的错事只会越来越多。我真的没法想象以后没有你的生活我要怎么过。柳如烟说得声泪俱下，她真的很想挽留我。我面不改色，叹了口气。爱一个人不是希望对方过得好好吗？当初你跟王开元厮混在一起，我祝你幸福。如今我结婚，你也要祝我幸福。不过我不强求，毕竟他不是真心的，这个婚也不是真的。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让他彻底死心，我们这辈子不可能再复合。柳如烟扒拉着车窗，她苦苦哀求，甚至对着我跪了下来。阿顺，你好狠心，真的不爱我了吗？是不是你没办法不娶她？没关系，只要可以陪在你身边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你还愿意见我。我真的爱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算我求求你了。阿顺，我没法回应他，只要看到他那张脸，我就能想到他背叛我的那副嘴脸。
在他拿钱想要侮辱我，甚至是说分手一点也不挽留的时候，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。我让助理开车加速后，他摔倒在地，也就不会再跟着了。我跟沈佳佳要出席不少宴会，难免会上热搜。在京北，我再也没见过柳如烟了，只是偶然推送刷到过她的社交账号。柳如烟澄清了之前对我的造谣，她懊悔，想要挽留我。阿顺，只要你回头，我一直都在。他的个签，怎么说呢？真没必要。3年后，我跟沈佳佳离婚，她找到了她所爱之人。我意识，双方家族本想劝我们复婚，奈何我们俩配合3年，已经很默契了，默契的大吵大闹，甚至是打架。见我们俩闹得这么凶，两家人也就不劝了，生怕影响了双方合作。张顺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民政局出来后，拿着离婚证，我们相视一笑。回到车上时，一个姑娘靠着窗边，一手拿着平板看剧。阿顺哥哥，他们吃的好香啊，我也要去吃火锅。好好好，现在就去。他笑颜如花，搂着我就在我脸上吧唧了口。最爱阿顺哥哥啦！不被执念困住的人都有了新的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